盘点容易被误认成有进化关系的宝可梦。一、肯泰罗爆炸头水牛。肯泰罗是宝可梦初代的一般系大佬，技能池和别的初代宝可梦一样非常丰富，打击面几乎没有盲点，而弱点就只有格斗系，但因为比较不好抓，导致实际用过它的玩家并没有多少。多年后再回头看初代，才发现肯泰罗当时的确是有点猛，远不像现在完全就是纯工具人。而动画里肯泰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小智一口气收服的那30只。虽然肯泰罗没有常驻在队伍里，但无印篇要打硬战的时候，都会让大木博士挑一个最强的，像是橘子群岛对战勇次、肯泰罗大赛上，他们都有出场。可是到了第50代，又出现了一只名叫爆炸头水牛的宝可梦，它的外形可以说和肯泰罗极其相似，区别可能就是头上的爆炸头和略显黝黑色的皮肤。也因为差距不大，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会以为它就是肯泰罗久违的进化型，结果还真的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另外一提，肯泰罗只有雄性，对应的是曾经的新手噩梦大奶罐，爆炸头则是雌雄都有，所以他们其实真没多大联系，就只是长得像而已。二、爱心鱼保姆曼波。爱心鱼是第3世代的宝可梦，保姆曼波则是第5世代的。从外形颜色来看，它们的相似度非常高，甚至能从保姆曼波的身上也能发现爱心鱼身上爱心的影子，区别也就只是长出了鱼鳍和鱼鳃，然后眼神也稍微有了些许改变。可即使如此，它们也并没有啥关系。爱心鱼只是取心之鳞片的工具人，种族对战是真的拿不出手，而保姆曼波则稍微强上一点，血量非常惊人，然后还有再生力这种特性，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宝可梦了。3. 小嘴蜗骑士蜗牛。小嘴蜗和骑士蜗牛看起来非常像，但实际上它们除了没有进化链外，还真的有点关系。小嘴蜗和盖盖虫通过通讯交换，那么小嘴蜗脱下来的壳就会在过程中传到了盖盖虫身上，于是就进化成了骑士蜗牛。小嘴蜗也因为脱下了壳，就变成了同样也会飞水手里剑的敏捷虫。不得不说，这种另类的进化方式其实还挺有趣的。4. 呆壳兽呆呆王。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认为呆壳兽的进化是呆呆王，其实进化不变种族只变外貌的还有飞天螳螂和巨前螳螂。如果这样，那本来耐久就高的呆壳兽带上进化骑士直接起飞，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呆壳兽和呆呆王其实都是呆呆兽的分支进化，而想要进化成呆呆王就需要借助王者之刃，不过这也是宝可梦分支进化的老套路了。5. 哈克龙美纳斯。众所周知，哈克龙是蓝色的蛇形宝可梦，而美纳斯虽然颜色不同，但它的体型和哈克龙极其相似，这也导致在早期甚至现在都还有不少人认为美纳斯就是哈克龙的正确进化。毕竟谁也无法想到，被称作世界最美的宝可梦居然是丑丑鱼进化而来的。丑小鱼变美纳斯就算了，居然连品种都变得完全不一样，反倒是哈克龙更加符合美纳斯的进化链。当然也有小伙伴同样不知道，或者是无法接受哈克龙居然变成了快龙，谁让他们的体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容易被误认为有进化关系的宝可梦们了，那么你们还认错过哪些呢？